倒了，我没有教室上课，我们是到光正国中，有没有吃过喜宴？路边的喜宴，就很传统的喜宴，不是去高级的婚宴会啊，就是路边那种，我们就是在那种帐篷底下上课啊，桌椅是旧的。讲台上，年轻的老师诉说着20年前学校的毁灭与重生。黄沙滚滚，满天灰尘，以帆布为教室隔间，3000多名土城国小的师生寄居在外校的操场上，开始了帐篷教室的克难岁月。请各位老师10分的时候到会议室开会。921百年强震，在大地烙下印记，改变了台湾的山川地貌。2400多人罹难，数十万户房屋倒塌。重建路上令人更触目惊心的是，800多所毁损的校园，许多学校面临修缮、重建或是密地迁校的命运。我那时候觉得台湾没什么希望，因为实在太严重了哈。天都塌下来了，当时啊，远远看了真的是一群难民那种感觉了哈。1999年10月，拿着一台相机走进灾区记录的阮义忠，不抱任何希望，走进帐篷教室。那你们现在完全都回去住了？对啊，我已经回去住了，现在都不会怕地震了。真的？哦，那你很勇敢哦。现在都不用怕了，地震。有一个小孩看起来好像很有自信，几乎好像天不怕地不怕那个样子啊，我就非常好奇说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？他说地震过了。我说还会来呀，地震还会来呀。没想到这个小孩啊，竟然这样回答我。他说地震我们都被震垮了，地震再来该轮到你了吧？好像啊是当头棒喝一样。我本来是要来关心他们的，结果呢，我从他们身上啊看到了另外一种力量。孩子的纯真无邪和大人的愁苦，恰恰成了对比。然而，学校垮了，教室不见了，成千上万的师生何去何从？因为当初呢，我们学校急切的需要重建，可是呢，政府能够编列经费，事实上是非常有限。我要350亿，可是呢，它只编了135亿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想说，民间的力量无穷啊，是不是可以呢，让民间来帮我们来想办法，来帮忙重建学校？今嘛有超过22间哈，那是民间出钱，但是因哈家己无法度来起。无法度来起吼，还是讲看师傅这边有法度帮忙，算因来委托咱自己来起。又热，网啊又高，啊，搁一个布棚架一间，一块布架一间，啊，这个声音的干扰，迄哪会是人读书的所在？所以看得很辛苦。我现在呢，最急的就要赶快把这一些学校赶快希望工程盖起来。
当年铁皮屋里的焖烧鸡，20年后念念不忘老师亲手煮的绿豆汤。那时候他有，对他上人有来就是看我们的那个的状况，上课的情况。对，那时候上课真的很热，然后老师那时候煮绿豆汤给我们喝，对我印象很深刻，他就煮给我们喝，对，然后他就那时候煮很久哦，很用心，对，然后又红皮刷就这。你打灯会红皮刷。第一场，祈求集集国小校舍重建工程平安顺利。第二场，祝福慈济希望工程早日圆满完成。要互社会上好，一定的爱的希望甘甜的爱积极。我到底会当看无偌济？我即马遥遥无期，我还阁唔知影。我就去看到学校，看到迄囡仔伫咧读书，我才真心疼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做啦，就才讲啦。震后一片倾颓中，慈济基金会承担起51所学校的重建工程。在证严法师要求下，所有慈济原建的校园都必须是千年不朽、从地涌出的艺术品。刚开始我记得是25所，然后32所，一直增出来，包括说教育部委托的一些民间的团体，他们想认养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到最后我们增加到50所啊，哇，这个费用不得了，好几十亿啊！但是那时候就大家讲，可能好几十亿哦，我说很可能都要上100亿耶啊！教育不能断，证严法师的这份善念，让慈济志工在世界各地努力劝募，一心努力。让校园从瓦砾废墟中重生，这份大爱也让希望工程援建的各个学校将感动化为行动。每月一人一元运动，那当初就是因为看到说慈济他们就无所求的付出，为我们盖学校啊，人家说自助人助哈啊，既然现在慈济要帮助我们的人助，我们也需要自助。世纪末的灾难将人心汇集起来，投入灾区校园重建。灾难中激荡出的人性温暖，感动了全国上下。所以那时候的整个社会实际上是大家都有一个心，就是如何能够尽快让台湾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里面呢能够站起来。更重要是让这些孩子知道他们在急难的时候有那么多人能关心他们，等到他们自己长大之后呢，要再回归到社会里面来。21世纪，咱欢欢喜喜，咱热热滚滚，烧烧来入厝。其实每一个人，大概他在社会走动的时候，几乎都会跟慈济有一些连结。921的时候，我去采访新闻，什么都是第一啊，那个组合屋第一个盖好的。好，大爱屋嘛，好，然后呢，那个希望工程学校第一个做好的，对，哪里都是第一个。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每次我什么都是要认真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。那希望下次如果真的20年后，当年希望工程的幼苗长大了，你知道靶场在哪吗？去20年前看这个学校倒塌了，然后再重建，再站起来，然后像现在物换星移了，20年后换我守在这个学校。
慈济那时候的帮助可能就像额外又需要的阳光，然后当时所受的创伤或是那时候所经历过的一切，比较像是一种特殊的肥料，就是灌溉在自己的生命里。所以这本书我一直留着，毕业到现在校刊唯一我留着的校刊，从动图开始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感谢慈济，就是帮我们重盖。对，所以这时候我们把它当成封面，是我们编监测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编监测，是希望工程。对，编监测，这是我们编监测。然后这里就是当初我们的简易教室。对，这是他小学，你看小学3年、6年级的这个联络部，然后还有这个瑞城儿童，就这个1天1元重建校园。你看3月份爱心捐款30元，每一个孩子都觉得，哎，我只要1天捐1元就可以重建校园。他们接受到很多人的爱，所以接着他们会把爱给其他的人。哦，还蛮多人住大爱屋的。那一年，在操场和帐篷教室里克难上课的孩子们，20年后，他们过得好吗？在比较。哎，不是影像，影像，声音继续走。好，2级。这个吗？3。那时候他是2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先来学校服务。那他升3年级的那一年，就过没几天就921。等一下。哎，这个他小时候那时候的20年前的学生的画面都有吗？尽量找那个相片啊，跟当时的场景是可以结合的。当时的场景是中式方式。阿伟，你要等他稍微动一下之前，来往前一点。快去看，来走。大概1年半吧，从去年上人行脚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一直提到莫忘那一年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收集资料。来，我们试一下那个马达，你先试一下，师姐你恭维姐，嘿啊，那跳舞哦。大家看到慈济的影片，都会觉得都在记录他们慈济的事情，那可能就只有我们慈济人自己看得懂。我们为了想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慈济的影片，所以我们会从外面的人的角度来怎么样看待慈济当时候在921，在当时候他怎么样去付出。师姐哈，咱是不是会请你来跟咱大家来回忆一下，当时候啊，你921第一时间的时阵啊，你2018年，慈济影像志工开始追寻那一年、那一人和那一念。植物都可以生长出来，生命力很强韧。这简易教室，原来还没有，我们慈济还没盖，还没拆。每周4晚上，慈济台中分会的教室里，不同地区的志工在媒体人陈立明的带领下，埋首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。灾情的东西啦，因为我们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，很多那个什么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哈，作者到尾来讲，拢跟慈济有连结了，还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有要这样，可是不小心就连结了。因为慈济做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是很自然的进来的。因为我知道人文真善美，他们是很多的师兄师姐，他们不是专业的，但是他们真的是有的白发苍苍，有的已经是中年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各有各的长处。我们说刚我一点管，你知道，如我自诩自己像一个堂口了，把这些会一点的大家扣起来。然后大家共同完成这一件事情。然后我们接受了很多人的帮助，所以希望就是孩子学着感恩。现在他回来当老师了，所以他就勉励那些学生，就说：你一定要记住这个，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也是要去帮人。他是跟孩子这样讲。20年后，他们的善种子都萌芽了，而且都开花都结果，就跟所有我们身边都会发生的故事一样。对，你话讲恁到位时偌久的时间？5点嘛，2点半。将近1年，
陈立明上班以外的时间，以志工精神和这群有着共同理念的慈济人共同创作。而他和慈济人结下的缘，正是从921大地震开始。我没有关机哦。啊？921的时候是我刚接到慈济，因为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有那个热食嘛，我全部都是吃慈济的，因为其他的比一比，慈济的最好吃。那个到这里，抵肉妈妈。921届满20年前夕，如今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。但是也要有川普的那个用外面的声音，那个去看921大地震。我去访问一个飞官，他说他在飞的时候，怎么看到底下都有很多穿蓝色衣服、白色裤子的在那边跑来跑去的。今天我来这边帮忙做这一件事情，我就是希望外面的人也看到慈济人的努力，慈济到底在20年里面做了什么，而且在20年前真的是给台湾一个很大的力量，那个力量真的是，可能连政府都做不到的。每一班都有2个老师喽，每一个课就有2个老师喽。现在这位老师是几级的老师还是？你要跟他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好朋友。你们呢？认为你们想要跟谁合影啊？我就跟你们拍。结果我一发现，他们都找不同的，不会找我们和平，我们找和平的。这个2所不同的学校的孩子们。互相这个，把对方当成要好的朋友那样子的感觉拍出来。哎，刚好他要穿着和平最好了。天都塌下来的当时啊，我被感动了，我被这些小孩子感动了，被这些老师感动了，也被慈济人感动了。我很高兴的，我的相机啊，终于可以捕捉人性的美，而不是风景的美。那其实人性的美啊，就在慈济人身上，就在学校，就在社会各个阶层，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来帮助灾区的重建。你觉得阮老师跟20年前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年轻，真的、啊，一样年轻，帅气呀！比较大而已。20年后，照片里的孩子各奔东西，再次相见。记忆里的童年时光，有相识的美好，也有离别的感伤。前面这排，你坐在第一排是右边。我记得我当时坐在中间的位置。没有，我觉得差很多呢，差很多。最后离开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蛮不舍的，因为都已经相处这么久，也认识许多玩伴，对啊，然后突然要离开，会觉得说有点空虚的感觉。我们全校送他们全校的师生回去他们学校，然后一路沿着集集街，然后送他们回学校这样子。学校好漂亮哦，很新，然后很大很漂亮。哇，那时候还很天真，问说可不可以我们也来这里上课。上人只是希望说，每一所学校它要考虑它的特色，这特色包括它本身学校的一个教学特色，还有环境特色，甚至到地方文化的特色。完成之后就是大地涌出的艺术品。
用盖自己学校的心情来盖50所学校。校长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校长，你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这1年来学校重建，您的心情怎么样？是我们在9月7号啊，就已经开始动土，这个奠基典礼。是，所以这个未来啊，我相信啊，一定刚才也看到了哈，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园，非常非常的有特色。原来就是操场，所以那个灾民都是在这一带那个搭帐篷。所以当时整个操场这边都是人，全都是人哦，都是人，按这些教室都全部这个盖过了，现在想起来我都还会哭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地震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，但是我一再的也这个鼓励学生，从哪里跌倒，就一定要从哪里爬起来。我们也照样参加各种活动，像音乐比赛啦、舞蹈比赛啦、国乐比赛啦、国乐班。这个地震之后，连续3年连续拿到这个全国最优的第1名，非常感谢所有的协助我们的师兄师姐社会人士，我也特别谢谢。世纪末倒下的，汇聚了台湾和全球爱的驰援。21世纪初，从瓦砾废墟中重新站起，52所学校，每一所都代表着台湾社会下一代的希望。20年间，慈济人的爱陪伴着灾区，带来希望与力量。未来，这份爱还会延续下去，代代传承。